我对角色的理解，我认为小莫就像你我身边的一个小人物，但他在经历一些困难跟绝境的时候，他可以为了家人挺身而出，去捍卫自己的家园。从我一开始拿到这个角色跟剧本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他。一开始导演给了我们一些资料片，我也去看了很多钳工的一些资料片吧。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也不停地在找这个人物，他的那种放松，他的没有那么的挺拔，他的精气神，甚至是有一点我们现在人所谓的那种丧的感觉。对于我来说，最难的反而是台词。这个戏的台词，我认为它具有文学性。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生活化，需要把那个台词讲的让大家又可以理解，又不会觉得怎么突然开始说一些成语或者一些隐句。我记得我的一个方法，一个台词我会说很多遍，自己对着镜子练，可能说了上百遍吧，我已经忘记它是一门方言，我能脱口而出，甚至我能用不同的断句、不同的语调去说出来，就是很多尝试。这个戏很特别的感觉是在于，很多时候剧本没有告诉你小莫在这个时候落泪，或者是怎么样。我现在能想起来的，最后跟萧衍的那一滴泪，跟夏承重逢他抚摸我的脸的时候，最开始求太爷不要跳的时候，那种无奈跟心酸，对于我，对于角色来说，可能就是在当下的一些刺激跟感受。我觉得最深的一场，我抱着我的妻子跟孩子在柱子下面的那一段独白，就等于说你要把自己这一生好像要回顾一下，再加上台词需要你去说出很多层意思。我在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导演他没有跟我说过多，我提前去了现场，我就坐在那儿，我就看着那个天空，那个房子其实已经就跟我们片子里面看到的快瓦解了。那当下我就想通了很多事情，不能用言语去表达，就是一种感受。那场戏所有的停顿、细节、重音、情感，它都很独特。我觉得后面看到导演用的那一条，也觉得挺感动的。小莫他在当时的无奈，跟妻子的、跟儿子的诀别，他的那种决心，我好像都看到了。电影也好，影视也好，观众只能看到我画面传递出来的信息，但是很多的故事跟感受，其实是在画面以外的。我们这个故事从一开始，它的切入点，它就不是一个很叙事宏伟、有很强的英雄式的这样的一个电影。其实它更多的是从小人物出发。它特殊的点是在于每个人每一段关系，在面对这些外来的突发情况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的是想让观众看完有一些思考。我们这个电影的一个点是以小见大，无论是从人物还是从家，都是这样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。首映礼的时候，同样是一位父亲，他的一些发言让我觉得很感动。不是在于说他夸我演得有多好啊，我感动的点是在于我在那个年代饰演的一位父亲，我给了当下的这位父亲有一些思考，甚至一些感动。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影片跟我作为演员，我作为小莫，我作为肖战，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的意义。那我们做到了。